中印边境冲突，台军竟然为印军出谋划策，未来不必手下留情。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台军情报部门竟然与印军联手对付大陆。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出席了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专题演讲。演讲的主题虽然是经济，但是仍然谈及了不少台海和中印边境冲突的内容，而且爆出了不少猛料。他对台湾问题判断是中国大陆将在5年内武统台湾，未来将会对死硬台独分子进行审判。面对美军可能的武力干涉，解放军将会以300架以上的歼20确保空中优势，并以足够摧毁美驻亚太基地的东风17等导弹来应对，在军事上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说到中印冲突的问题时，他首次披露了一件让中国人感到痛心的事：台湾情报部门几乎参与了所有的中印冲突，为印度方面出谋划策对付解放军。也就是说，中印边境解放军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有台湾情报部门的血在。印度与台湾当局的情报合作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的梅园计划，由美军牵头在印度和台湾分别设立了针对中国2个方向的监听站，再由美印台分享情报。这个计划一直延续到现在，印度仍然在与台湾交换情报。印度向台湾提供中国西部战区的情报，台湾则向印度提供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情报，甚至帮忙印度评估解放军战斗力的情况。台湾为了帮助印度提升战斗力，还主动派出幻影2000飞行员帮助印度提升它的战斗力，用于对付来自中巴的空中威胁。据媒体报道，目前台湾在印度的情报联系官是中将级别，甚至高于驻日本情报官的层次级。台湾当局之所以这么重视与印度的合作，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考量是要与印度达成战略和武器装备的密切合作。印度在历史上曾经有意帮助台湾研制核武器，后来作罢。现在印度为了回应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导弹合作，又主动帮助台湾当局来研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技术。印台双方还曾就卫星运载火箭进行学术交流，等于传授远程导弹技术，目的不言而喻。在战略合作层面，印台双方可能已经形成的相互配合合作机制。印度方面有专家曾表示，一旦中国大陆在台海方向发起武统，印度军队将会在中印边境发起攻势，让中国大陆面对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考虑到印度军队每在中国面临国际困难的时候，总会在边境发起挑衅，印台双方在军事层面的合作程度可能远远超出外界的推测。在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事件当中，很多人认为台湾当局似乎并不可能给印度什么有价值的帮助，事实远非如此。面对中国大陆军机在台湾的西南空域常态化的巡逻压力，台湾情报部门很可能向印度提供解放军未来作战和战略方向主要在台海的分析结论，然后挑动印度在边境向解放军发起挑衅，从而达成干扰中国大陆战略决策的目的。在加马尔河谷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我们在回想印度军队对解放军的率先出手的画面，充分的就证明了印度方面显然是预先策划好了的，只不过印度方面没想到解放军会用冷兵器发起猛烈反击，打得印军措手不及，丢盔弃甲。不管怎么说，印度的突然袭击让解放军4名官兵牺牲，这笔血债直接要记在印度军队头上，但间接的也有台军情报部门的责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中印边境对抗不只是2国之间的较量，还会与台湾因素联动。金政委判断中国大陆会在5年内完成统一大业，解放军就必须准备好两线作战。武统的关键因素是应对美军介入，现在还要同时考虑在中印边境开辟第2战场。对于印军可能发起的进攻，这次必须让其承受
比1962年还要耻辱的代价。不管怎么说，台湾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比台独分子还要过分，在统一后必须接受大陆人民的审判，不必手下留情。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